红军老祖也称红元老祖、诸天道尊，有人说他是仙界的天花板，也有人说他主宰整个宇宙，有重整时空秩序之能，弹指间可再造天地万物。他本是盘古和太元圣母之徒，居住在紫霄宫，座下有徒弟3人，分别是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，以及2名童子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。创世大神盘古为开辟洪荒奉献了自己的身躯，身体化为山川大地、日月星河，将元灵大道传于红军老祖、混坤祖师、女娲娘娘和路亚道君4人。4个人当中，唯有红军和女娲悟得天道，成为宇宙的主宰者。西汉4子讲德论中有云：夫红军之事，何物不乐？红军指的是天下太平盛世。在民间传说中，山西介休、辽宁本溪等部分地区有很多红军老祖的传说和遗迹。在明代小说《封神演义》中，红军老祖只出现过1次，因为地位身份太高，几乎没有参与封神大战具体事宜，但整个封神计划都是他和女娲娘娘一手策划，交于元始天尊实施。可以看出，红军门下势力遍布3界9州，如首阳山八景宫的太上老君、昆仑山玉虚宫的元始天尊、蓬莱岛碧游宫的通天教主、灵鹫山圆觉洞的燃灯道人等等300多座仙家名山，统统都在红军老祖的掌控之内，座下门人更是数不胜数，主要以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3教门人为主，横跨儒释道3家之内，占据天地人3界之地。仙苑编著中有云：大道自然，混沌之先，一气凝化，盘古生焉，天皇东历，王母西玄，伏羲八卦，宣后5篇，体现了古人对于宇宙初开的思考，以周易和道德经的思想为根本，即认为大道在混沌之先，为万化之宗祖。盘古真人的元灵大道在传给4位徒弟后，最终与天道的接班人元始天尊合体。换句话说，元始天尊继承了盘古的元灵大道，成为下一任天道的主宰者。红军老祖身边的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，仙苑编著《元始上真纪》中云：忽生太玄玉女在时间，人形具足，天资绝妙，号曰太元圣母。2人生前为后人留下遗物，名曰金龟玉蝶，归红军掌管。万年之后幻化为一男一女2名童子，名曰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。之后九光玄女嫁给了东皇太一为妻，东皇太一死后，灵魂与哥哥青阳童子结合，本来是兄妹关系的2人有了夫妻之名，却不住在一起。九光玄女居住在西昆仑的瑶池，自称西王母，统领女仙；青阳童子居住在东海蓬莱岛，自称东王公，也称扶桑大帝或东华帝君，统领男仙。仙苑编著中记载的元始天皇就是盘古，曰：元始天皇与太玄玉女生扶桑大帝，又生九光玄女，即西王母也。东王公主张清阳之气，西王母主阴柔之本，调泻阴阳，而品物咸亨矣。也就是说，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代表着阴阳两仪。物真篇有云：道自混沌生一气，便从一气产阴阳，阴阳再合成三体，三体重生万物昌。东王公通过千万次渡劫修行，晋升为昊天上帝，封神大战之后成为统御万圣的玉皇大帝。因此红军老祖门下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仙界圣人。封神大战之后，红军老祖为了平衡三界格局，稳定仙神秩序，划拨了10几名徒子徒孙去了西方教，成佛的成佛，成菩萨的成菩萨，比如燃灯道人、居留孙、文殊广法天尊、普贤真人、慈航道人、灵宝法师、多宝道人，由掌管天地人三界的三清主持调整事宜，自己则回归了紫霄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像红军老祖这样的人物，他平时都干点什么？是研究先天至宝，还是琢磨宇宙三界之事，又或者是云游时空，去其他星系里喝喝茶、下下棋呢？老子姓李名耳，字丹仪，字伯阳，春秋17人，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。老子所著的《道德经》里的核心就是一个道字，道无形无相，
蕴藏在天地万物之中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道德经以道法自然为核心，阐述了如何让人们的个人修身达到少思寡欲，如何让人们的处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水为生命之源，世间万物都离不开水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非常推崇水的种种精神，并且多次提到了水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人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，弗为不争。故无有老子认为水有7种特征，分别代表了人生的7种境界，看看你能达到几种呢？一、居善地，地是低的意思，居善地就是把自己位置放很低，这是一种谦卑低调的境界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同样以水遇到江海，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江海，所以能成为许多河流所会往的地方。因为他善于处在低下的地位，所以才能成为百川之王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做人首先要低调谦虚，很多人自以为获得成功，变得狂妄自大，殊不知这是走向衰败的开始。谦卑并非是委曲求全，也不是别人眼中的懦弱，而是一种低调处事的大智慧。二、心善渊心，善渊是指心中如水一样虚静深远。在缤纷的世俗社会，面对诸多利益的诱惑，很多人的内心变得躁动不安，很容易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，宠辱不惊。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现实生活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拥有一颗平常心，不会因为获得荣誉时会沾沾自喜，也不会在失意时会感到屈辱。为人处事时要有宠辱不惊、淡泊从容的境界，这样才能获得成功。三、与善人，水滋润了万物，却无所求，这就是水的仁慈的高贵品质。其实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多次提及仁，并且与儒家孔子所谓的仁爱有些许的区别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天地对待万物不分亲疏，不会去强加干涉，万物得以在自然规律下延绵不绝。四、言善信，诚信为做人之本。道德经有云：夫轻诺，必寡信。轻易做出诺言的人，必定很少能够做到。论语也写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诚信，那么不管做任何事都不能成功。有些人喜欢信口开河，随意的承诺一些事情，到头来却从不兑现。商鞅变法曾立木为信，正是由于实现了承诺，这才让他在老百姓心中有了威信，从而让秦国走向巅峰。五、正善治，正善治，正者正也也，为正善治。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。道德经有云：无暇其居，无厌其生。夫为不厌，是以不厌百姓，不厌恶自己的居所，不厌恶自己的生活。百姓能安居乐业，自然就不会厌恶治理他们的人，是以不厌恶君王。老子以水来喻正兮，望君王能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去引导他人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六是善能。苏辙解释是善能遇物复形，而不流于一善能也。水有多种形态，遇热变成水蒸气，遇冷结冰，所以我们要像水那样做事有条不紊，处事如水般随物成形。这与周易所说的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事物到了窘困穷尽的时候，就应当有所变化，变化之后才能通达，通达之后才能长久。七、动善时。动就是行动，时就是天时，动善时就是在最合适的时间行动。国学大师南怀瑾对此解释说：把握机会，及时而动，做到同水一样，随着动荡的趋势而动荡，跟着静止的状况而安详成止。如果我们仔细研究，就会发现大自然的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，当水流遇到阻碍时，它会改变方向，最终流向大海。做人也是如此，当遇到挫折时，很多人就此沉沦。我们要学习水的动善时精神，不要因为失败而消沉，而是不断完善自己，把握良好时机，最终能实现成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